咱们中国终于对那些常年欺负咱们的外国矿业巨头亮剑了，而且这次是真真正正的动真格，一剑封喉。最近呢，一个叫中矿资源集团的公司发布了一道指令，这道指令直接让整个澳大利亚都跟着抖了3抖。指令内容很简单，也很霸气，暂停采购以美元计价的必和必拓铁矿石。你听听这个口气啊！而且后面还跟了一句更狠的，连已经漂在海上的船都不放过。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必和必拓只要是收美元的铁矿石，我不要了。就算你已经装上船，正吭哧往我们中国港口开呢，那也对不起哦，麻烦你掉头吧，或者是自己找地方卸去吧，我们不收了。这消息一出来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是板上钉钉的实锤。这下子就把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给架在火上烤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咱们是不是太冲动了，这么突然跟人家翻脸，万一以后不卖给咱们矿了，咱们的钢厂咋办呀？各位，你要是这么想，那就多虑了。这个事儿压根就不是突然翻脸，而是咱们憋了10几年、20几年一口恶气，终于吐了出来。这是咱们腰杆子硬了之后，底气十足的一次绝地反击。要说清楚这个事儿咱们先倒苦水说说以前咱们过都是啥日子。在座的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咱们中国呢是世界工厂，尤其是钢铁产量那是全球第一占了半壁江山还多。炼钢需要啥？需要铁矿石呀。可是咱们国家自己产的铁矿石品位不高，量也不够，所以75%以上都得靠进口。那从哪儿进呢？主要就是澳大利亚和巴西，其中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还有巴西的淡水河谷，这3家就跟商量好似的，组团垄断了全球的铁矿石海运贸易。咱们是全世界最大的买家，这按理说买东西买的最多的人最应该有发言权，对吧？你去菜市场买车白菜，你肯定得跟老板讲价呀。可是在铁矿石这个菜市场规矩呢是反过来的，咱们虽然是最大的买家，但是定价权一直攥在必和必拓他们手里，他们说多少钱咱们就得给多少钱。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内有上百家钢厂，各买各的，就像一盘散沙。人家一看你们自己还互相抬价抢着买呢，那我还客气啥？坐地起价呀！最夸张的是2021年1吨铁矿石硬生生的被他们炒到了230多美元。那是什么概念？咱们辛辛苦苦练了1年钢，创造了巨大的 GDP， 结果到这个年底一算账，发现整个钢铁行业赚的钱还不够付买铁矿石的钱。你评评这个话，这是做生意吗？这不就是明抢吗？咱们全国的钢厂忙活1年，到头来发现自己成了给澳洲矿山主打工的长工。这口气咱们憋了多少年呀？而且呢，他们还规定买他们的矿必须用美元结算，咱们没有那么多的美元，就得先拿咱们的人民币去换。美元一升值一贬值，咱们的采购成本就跟着上蹿下跳平白无故就得多花好多冤枉钱。这不光是钱的事儿更是把咱们的经济命脉交到了别人的手里。咱们也不是没想过反抗，所以呢，国家牵头成立了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中矿资源集团。这家集团可不是一般的公司它是国务院直接管的央企。国家把宝武、鞍钢、首钢这些国内最大的钢铁巨头的铁矿石采购权全都整合到了一起，拧成一股绳。以前呢是100个小客户，现在呢咱们是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客户。中矿集团成立的目的就一个打破外国巨头的垄断，把定价权给抢回来。这次跟必和必拓的矛盾彻底爆发，根子就在2件事上。第一呢，必和必拓太贪了；第二呢，它太犟。话说到了2025年全球经济都不太景气，铁矿石的现货价格一路下跌都跌破80美元1吨了。连必和必拓自己公布的财报都说他们的利润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这按理说市场的行情不好，那大家续签长期供货合同的时候，那价格是不是也得跟着降一点结果你猜这个必和必拓怎么说他们张嘴就要在去年的基础上逆势涨价15%。中矿这边都听傻了，问他们为啥呀？这市场都这样子了，你凭啥涨价呀？必和必拓给的理由简直就是在侮辱人的智商他们说，因为我们预测
中国的需求很快就要复苏了。我的天哪，你这是在预判我的预判。咱们中国钢铁协会早就说了啊，今年的需求就是这个样子了，续签合同得按市场行情来。你知道哈，拿着个自己都不信的预测就来抢钱，吃相也太难看了点吧？这还只是贪，更可惜的是它的降哦。关于用人民币结算这个事儿，咱们已经提了好几年了。力拓、FMG 这些其他的澳洲矿山啊，都挺是实务的，已经开始配合咱们搞人民币结算试点了。唯独这个必和必拓啊，仗着自己是老大，一直耍大牌啊，拖着不办。这下好了，又想涨价，又不想用人民币，把咱们当成什么了？当冤大头吗？所以啊，咱们的反击开始了。9月初，中矿呢先是小试牛刀，拿必和必拓的一款金布8粉的矿石开刀，通知国内的钢厂别买这一款。这其实啊就是在给必和必拓啊递信号，哥们儿啊，别太过分了啊，给你个台阶下。结果呢，人家压根儿不当回事啊，谈判桌上依然是态度强硬。那好，台阶给你了，你不要，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9月底谈判彻底谈崩了，中矿直接放了大招，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道指令，所有美元结算的货一律暂停。这一下啊，就打在了必和必拓的七寸上。为啥呢？因为必和必拓80%的铁矿石都是卖给咱们中国的，没了咱们这个市场，他们那堆成山的矿石啊，放着都得生锈。你看这消息一出，澳大利亚总理都急着出来喊失望。 These measures are always disappointing, but let's hope certainly that they are very much short term.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negotiating over price, sometimes these things will occur. Trade and Resources ministers today declining to discuss details or formally confirm the reports, and no clarity was given to shareholders from BHP. Obviously, they'll be concerned, and there's still a lot of commercial work going on between the purchasers in China. That said, these mining contracts boost the federal budget, so the government is definitely watching. But I want to see this resolved quickly. 他们的国库部长说话更实诚啊，直接说这个事啊可能让他们国家的 GDP 下跌1.2个百分点。这反应啊，就是说明他们是真的慌了呀，真怕了。有朋友可能还会担心啊，说咱们这么硬气，停了必和必拓的矿，万一咱们自己的钢厂断粮了，可咋办呀？各位把这个心放回肚子里哦，今时不同往日了呀。咱们现在手里面攥着好几张王炸，根本就不愁。第一张牌叫自力更生，这几年呢，咱们国内的矿山开采技术啊，那叫一个突飞猛进。像河北、山西的一些大矿山啊，都搞起了无人化智能开采。以前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在井下辛苦挖矿，现在呢，几个工程师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喝着茶，对着这个大屏幕点点鼠标。几百公里外的无人驾驶矿车、无人电铲，就自己在那儿有条不紊的干活了。那场面哦，就跟看科幻大片似的呀。光是今年7月份啊，咱们国内铁矿石的产量就比去年同期涨了21.8%。除了挖新矿，咱们还搞城市矿山，就是回收废钢。咱们现在一年啊就能回收2.49亿吨的废钢。专家都说了啊，再过10几年，咱们回收的废钢可能比进口的铁矿石还好使。这第二张牌呢叫另起炉灶，这张牌啊是咱们真正的杀手锏。咱们在海外啊投资了一个世界级的超大铁矿，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这个矿啊那可是宝贝中的宝贝啊，铁矿品位高达65%，比这个澳洲的矿还好。最关键的是吧，这个矿山从开采到运输的铁路码头全套都是咱们自己中国人投资、自己建设、自己运营的。这等于在海外啊有了一个完全属于咱们自己的高品质的粮仓。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啊，下个月也就是11月份，第一船西芒杜的铁矿石就要运回中国了，年产能高达1.2亿吨。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还有第三张牌叫广交朋友，咱们也不是一根筋啊，除了自己干，也跟其他识时务的伙伴加深合作。你必和必拓不是牛吗？那好，我们去找你家对门巴西的淡水河谷，我们跟淡水河谷签了每年5000万吨的长期大单，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呢。那现在呢，咱们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已经非常多元化了，超过65%的矿都不是从澳大利亚来的。你必和必拓那18%的份额啊，其实说实话，随便找几家匀一匀，分分钟就能补上。所以你看，
国内有矿，海外呢有咱们自己的矿，还有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咱们的后路啊早就铺好了。现在停掉必和必拓的美元矿，对咱们来说呢毫发无伤。所以说啊，中矿集团这步棋啊，表面上看是在谈价格，谈用什么货币结算，但是骨子里啊，咱们争的是未来几十年的话语权，是这个游戏的规矩到底应该由谁来定。以前呢，咱们是散兵游勇，被人家各个击破，现在呢，中矿集团把咱们全国的需求攥成一个拳头，我们就是全球最大的买家。就连高盛这样的华尔街大投行都承认啊，自从中矿集团成立之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剧烈波动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那些想靠炒作矿价来收割咱们钱的投机资本再也没法轻易得手了。这次逼着必和必拓接受人民币结算，意义就更大了呀！这不光是能给咱们省下汇率波动的冤枉钱，更重要的是啊，让咱们的这个人民币啊，在全球大宗商品的贸易里站稳脚跟。以后咱们买矿、买石油、买大豆都能用咱们自己国家的钱，再也不用看美元的脸色了，更不用担心美国动不动就挥舞的金融制裁大棒。现在呢，这个皮球呢已经踢到了必和必拓那边，摆在他们面前啊就两条路，一条路呢是低头认错，接受降价，接受人民币结算，继续跟咱们做生意，少赚点总比不赚强。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继续降下去，然后呢，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占了他们80%业务的全球最大市场，自己回家喝西北风去吧。你说他们会怎么选呢？那这道选择题小学生都会做呀。所以市场普遍预测啊，最晚到10月份，必和必拓啊就得灰溜溜的跑回来，重新坐上谈判桌，老老实实接受咱们的浮动价格加人民币结算的方案。各位朋友，今天这个事儿啊，给咱们所有人都提了一口气，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变啊。中国不再是那个只能在国际贸易中被动接受规则的大块头了，我们有实力、有智慧、更有底气啊，去制定我们认为公平的规则。这一次对必和必拓的暂停令啊，就是一次亮剑，一次立规矩。我们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垄断巨头啊，想跟中国做生意啊，可以啊，我们欢迎，但是必须建立在公平尊重的基础上。想仗着自己的垄断地位搞价格霸凌啊，想拿着美元霸权薅咱们的羊毛，对不起门儿都没有。必和必拓早晚会服软，这不是我们猜的啊，这是咱们手里面一张张王炸的实力决定的。以后再看全球铁矿石贸易啊，咱们要做的啊是那个制定规则、维护秩序的旗手，而不是那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棋子。这才是一个大国真正该有的样子。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听完是不是觉得特别解气呢？欢迎您在评论区聊聊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